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战锤公民。今天收到2样包裹，第一个是圣血天使的巴尔4音节，还有一个是圣血天使精英原体圣吉列斯的精灵锻造披风。那我们就先来开包裹吧。其实这4音节我原本没有想要收，因为觉得它们都长得很像，没有说很有特色。直到我最近收了其中2个头雕之后，我才决定收4音节。我先给大家一只一只看吧，这是它4音节之一。那像这一只的话，就只有附一个头雕，就是这个金色的头。这是第2只，它也是一个金色的头雕。那其实不一样的就是肩胛，然后胸口的雕饰，还有背包，它们的头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第3只，这一只就比较有特色，它就是有拿一个圣血圣杯，然后它有附一个肉脸，而它的另外一个头盔头雕也是一模一样的金色头盔。那第4只，这一只就是最特别的，它除了有这个金色的头雕之外，它还有披风，然后它的肩胛也特别不一样。我知道像这样子金色的头盔是圣血天使里面老兵的象征，收到的玩具如果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头盔的话，我就想要特别一点的头盔。而我收到了另外2个头雕的改件，这是其中一个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因为我收到这2个头雕的改件，所以我决定把4音节收齐，然后把其他2只装上这2个头雕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装装看吧。这个头雕一换上去之后，加了这个月桂冠，整个气势就不一样了。那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头雕超漂亮，超好看的。然后配上它后面这个动力背包的装饰，我觉得超适合。他们原本的头雕都是像这样金色的，换上去之后，整个不一样了。那这是圣血天使巴尔4音节的头雕分享。那我们再来拆第2个包裹吧。它里面有附这个，还有它的经典豹纹披风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圣血天使战团的符号，整个都是圣血天使的符号。那这是我的圣吉列斯，之前有介绍过它的头雕，这是改件的头雕。那这个披风我要研究一下要怎么穿，这是我第一次入手像这样子的精灵锻造披风，然后是需要自己穿戴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帮他穿披风吧。费了一点功夫，终于把圣吉列斯的精灵锻造披风配件包给安装上去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这边还有圣血天使的一个符号，然后这边2个这个小配件、小装饰也给它粘上去了，超漂亮的。那就是在拆解的时候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的。刚开始要拆的时候，一定是先拆肩胛，先把2侧的肩胛卸下来。它里面就是一个卡榫，把它拔掉就好。肩胛卸下，头盔拔掉之后，会剩下身体跟腿的部分。如果在拔的时候会有拔不下来，然后或者是卡住状况，会建议不要硬拔，可以先装一碗热水，然后把你的圣吉列斯泡在热水里面，泡在热水里面一下之后，就会变得比较好拔。当你觉得比较好拔的时候，就可以先把上下半身拔掉，然后左右手臂都拔掉。左右手臂拔掉，上下半身拔掉之后，其实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拆卸完成了。那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它的披风，因为它的披风是粘上去的。如果要拆卸下来的话，我会建议2种方式。第一个是泡热水之后慢慢把它卸下来，第2个是直接在它的盔甲上面用剃刀把它剃下来。不管是哪种方式，都可能会在它的肩胛上面留下一点点小痕迹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新的锻造披风配件包足够把它遮挡住，这也是一个自己要有心理准备的地方。那当你全身配件都卸光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穿戴这件披风。原本是塑胶固定的，
那现在这件披风就是变得是可以做飘逸的造型。那当披风穿上去之后，其实2只手臂就可以给它安装上去，披风就算穿戴完成了。那再来就是换左右肩胛的装饰，左右肩胛装饰先把它放上去之后，再安装上肩胛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安装肩胛的时候要很注意的就是，有的肩胛可能会比较难装，一样会建议就是泡热水，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过，让它的肩胛的卡榫软化之后再安装上去，会比较好安装。那其实2个肩胛安装上去后，肩膀上的披风就已经算安装完成。这2个小配件要把它粘上去，它刚好它的肩胛上面会有一个卡榫，其实你要把它卡上去也可以，但是会容易掉，会建议用男丁胶或是快干粘上。那下半身其实就很简单的把它扣起来就可以了，上下半身合起来之后，本体的披风基本上就算穿戴完成。剩下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件它其实是穿戴在武器上，穿戴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。我自己是用缝衣服的线材穿过这个黑色的洞，然后再把它安装上武器，绑起来之后再剪掉多余的线头。这个就很多种方式可以自行选择，有的人甚至是用橡皮筋。但我会不建议用橡皮筋，因为橡皮筋久了它其实会粘性，那怕粘在塑胶上一样就是很难清除。那武器安装完之后，基本上整只的精灵锻造披风就安装完成了。我觉得穿上去之后，整个变得超有质感，而且它的红色很漂亮，灯光打下去之后，它的红色其实是亮眼的红，很适合圣级烈士身上的一些红色的配件，尤其是它的肩胛配上圣血天使的符号。觉得超好看，只是有可能变成摆动作的时候会比较多顾虑的地方，但其实小心一点就没关系了。今天就是分享2个包裹，一个是巴尔适应节的头条分享，再一个是圣级烈士的精灵锻造披风配件分享，最后一样会有摆拍的分享。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